在三门峡市以南约18公里处，有一座神秘的古村落，整个村子都是在地底下，而且一住就是几千年，被称为地平线下的古村落，民居史上的活化石。这里的人为什么要住在地底下呢？住在地下难道不会潮湿吗？如果下大雨，难道不会被淹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陕州地坑村。游览完运城大裂缝，我回到三门峡市区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我就驾车前往陕州地坑村，从市区出发约18公里，需要半个小时。进来这个村子之后啊，你会发现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入户不见门，闻声不见人。那你说这个村子啊，奇不奇特？这里每一座地坑院的上方啊，都是有一道低矮的围墙。这个墙呢是叫做拦马墙，它主要有2个功能啊。第一个呢，就是防止下雨天有雨水倒灌进去；第二个呢，就是防止有人在这里不小心掉下去。我现在是站在其中一座地坑院的上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总体布局啊。这个地坑院的院子呢，它是一个正方形。一般来说，一座地坑院啊，它里面呢是有6到10个窑洞。那么这一座地坑院呢，它是有8个窑洞，属于中型的地坑院了。那么这一边呢，它是属于北边，北边的阳光呢会比较好，所以说呢是用来住人的。东西2侧的地坑院呢，一般呢就是用来做厨房或者是放杂物。而这一边南面的窑洞啊，光线不怎么好嘛，一般呢是用来给牲口住，并且大门呢也是开在南面。站在一座地坑院的上方啊，你根本看不到它的入口。我们现在来找一找它的入口在哪里啊？你看它的入口啊，竟然是在这里。沿着阶梯下去，看看里面的构造啊是怎样子的。上面呢还有一块牌子呢，刻着宁瑞。原来这个入口啊是通向2户人家呀。你看这里呢是其中一户，这边呢是另外一户。南面的其中一间窑洞啊已经改为谷仓了，这里面呢还放着各种各样的秤，还有特大号的秤砣。这里呢就是囤放粮食的地方了，这一间呢就是厨窑了。你看这里是有一个灶台，还有一个老式的鼓风机呢。一用这个鼓风机的话呢，灶台里面的火啊就会更加的猛了。这个厨窑里面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有水缸，还有木桶、桌子。做好饭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坐在炕上吃饭了，这样在冬天呢就不会冷了。进来之后呢，这一边呢也是一个入口，是通向另外一户了。这一间呢就是主窑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门啊，现在呢已经是玻璃的了。这个门呢也是双层的啊，里面呢是木门，是用于防盗，而外面呢就是这种玻璃门啊。不过在以前呢，它是用纱窗啊，因为平时啊还要用于通风。这一间主窑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堂屋，就是平时祭祖啊、家族议事啊、接待客人啊，都会在这个房间进行。这里还摆放着一台老的录音机，非常有年代感啊。这一间窑洞呢就要小很多了，是一间杂物房，里面呢是堆放着很多这种木盆子，还有木质的水桶。以前呢就靠这种桶来挑水。我看到每一间窑洞的上方啊都是有这种小孔，大家知道这个孔啊是用来干嘛的吗？这一间呢就是主人房了。一进来之后呢，就是一个炕，因为这里冬天呢还是比较冷。而这里面呢就是摆放着一台织布机，还有一些老的柜子、桌子等等。而两边的墙壁上呢，就是一些剪纸的展览。这是另外一边的房间，房间里面的布局啊，基本上都一样，
这里还放着一些老的缝纫机呢。进来之后的左手边呢，也一样是炕。这一间呢就是牲口窑了，主要就是放牛啊，还有养鸡鸭鹅之类的地方。你看这里还放着一张照片呢，以前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呢已经被修复了。那住在这样的地坑院里面呢，舒不舒服呢？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里的气候啊。这里虽然是河南，但是已经是非常靠近山西了，所以说这里的天气呢是比较干燥，冬天冷，夏天热。在古代啊又没有空调暖气，冬天的时候呢，外面呢零下4、5度，但是在地坑院里面呢就有零上10度了。那在夏天的时候啊，不管外面多热，在窑洞里面呢却只有20度左右。所以说这种地坑院呢可以被称为天然的恒温住宅。外面不管刮再大的风啊，但在院子里面呢风力就很小，冬暖夏凉，而且呢还防震抗震，坚固耐用，优点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了。那建造地坑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还是因为过去老百姓比较穷，没有钱买砖瓦木料，还要请工匠。但是呢挖地坑院呢就不一样了，只需要时间和力气就够了，亲朋好友啊也会过来帮忙。一般来说啊，挖一个完整的地坑院呢，大概是需要2到3年时间。一代人付出2、3年的时间，后面的世世代代啊，可以住上百年，可以说相当有性价比了。当年有一位美国的建筑专家来到这里说了一句话：这是一座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也就是说啊，用力挖就可以了。那看到这里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就会提出疑问了，那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怎么排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院子啊，中间呢是有一块凹下去的地方，它叫做渗坑，在旁边呢还有一口井，叫做渗井。这口井里面平时呢是没有水的，它的深度啊大概跟房子的高度差不多，有6到8米。如果说下大雨啊，雨水呢就会流到旱井里面去，在井的中间呢还会铺满炉渣，流进去的水啊，大部分呢会被炉渣给吸收掉，没有被吸收掉的，经过炉渣的过滤之后呢，这些水啊就比较清澈了，就可以拿来喂牲口、洗衣服。所以说以前的老百姓呢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如果是连续下暴雨怎么办呢？因为这里啊是属于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啊不会超过500毫升，加上这里的黄泥土啊有很强的吸水性，所以说自从有了地坑院以来啊，就没有发生过被淹的情况。在院子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炉灶，叫做穿山灶。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在炉灶的上面呢，总共是有9口锅，下面是连通的。做饭的时候呢，只需要放1把火，火力由低到高，可以同时蒸、煮、炸、焖，还可以炖煮保温。9口锅啊，同时烧菜，可以做当地的10碗席了。10碗席是这边的特色，比方说有老人过寿、重大节日，或者有贵客到的时候啊才会做。那也许有人会问了，不是10碗席吗？怎么这里才9口锅呢？因为有其中一道菜啊是凉菜，不需要用到锅。当年慈禧西逃路过这个地方啊，当地的官员呢就是用10碗席招待了慈禧。这个炉灶的设计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它既环保又节能呢？这里面展示的就是10碗席了。这2个呢是红扣碗、白扣碗。这是白豆腐、红萝卜、金钩银丝、山珍海味、小酥肉、乱杂肉。第11道菜，白馒头。这里还有一口古井呢，以前的人呢就是这么打水的。其实现在这里啊已经成为了一个景区了，而且呢景区把每一个地坑院呢都连通起来了。那么接着这个院子呢就是农耕院，在这个院子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农用具。这个呢是叫做风车，这里有应用场景的展示。现在是从农耕院通到茶艺院。而且这个通道里面还有一些坡度啊，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平面。而且在这个窑洞里面呢，还有现代化的卫生间呢。现在这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商业化了，这里的很多窑洞啊都已经变成了商店了。
相对比那些被景区修饰过的地坑院我更喜欢看这种原生态的地坑院。这里就是入口，连阶梯都没有直接呢就是一条斜坡。不过呢，这个入口处还是被修整过了一下，不然的话呢，这上面的泥土有可能会塌下来。还加了几条钢筋用来巩固一下。刚刚我们在另外一边讲了很多地坑院的优点，那地坑院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是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2个窑洞，它就前面1个开口，而后面是没有窗的，所以说里面的光线是非常的昏暗，而且呢，也正是由于没有窗，所以说里面的空气是非常不流通的。这一间地坑院就更老了。这一面的墙上呢，还长了很多杂草，中间呢还种着一棵梨树。这一间地坑院就比较讲究，在院子的中间呢，还做了一道照壁，照壁的上方还做了一个神龛。这个房间呢，看起来有点瘆人因为它中间是摆放着一个漆黑的桌子，里面呢就是灶台了。那这一间呢是厨窑。这间地坑院的窑洞有11个，看来像是一个大户人家。其实，在整个陕州地区还保留有将近1万多座地坑院，只是刚好这个地坑村比较靠近三门峡市的市区嘛，就被发展成了旅游区。而从这里往南一直走下去还有很多类似的地坑村。其实地坑院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窑洞，山多的地方就挖窑洞，地势平缓的地方人们就挖地坑院。刚刚航拍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边有一个由地坑院组合成的八卦形状的建筑，看能不能走进去看一看看来刚刚那个八卦形状的建筑并不在这个景区里面所以说就只能航拍一下了。